作为大国蓝水海军的标志，航空母舰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国家远洋作战的核心力量。蓝水海军除了强悍的海陆空战略攻击能力外，还应具有对空、对水面、对水下威胁的严密防御能力。毫无疑问，福建舰和055驱逐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具备了强大的防空和反舰能力。面对水下威胁，经过多年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的国防体系建设，在第一岛链的近海，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托强大的天基海洋侦察卫星、陆基反潜巡逻机、无人潜艇舰队以及海底声呐传感器阵列，必然洞悉一切胆敢闯入的敌方潜艇。但是，中国航母战斗群一旦深入第二、第三岛链，进入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远洋作战，将失去近海反潜的一切优势。刚刚走向深蓝的中国航母战斗群将直面敌方潜艇的巨大威胁。众所周知，纳粹德国的潜艇狼群战术曾是盟军的噩梦。狼群战术的前身是德国在一战时由邓尼茨提出的无限制潜艇战。这种战术跟水面舰队所推崇的水面决战不一样，主要是以单艘潜艇的形式来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在初期作用非常显著，比如佩勒担任艇长的U-35潜艇独自击沉224艘协约国船只。仅在1917年，德国潜艇便击沉了2556艘协约国的舰船，总吨位达573万吨。二战期间，升任海军元帅的邓尼茨升级潜艇战术为狼群战术。二战初期，虽然德军的潜艇数量不多，但依旧取得了傲人的战果。仅在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间，德国潜艇部队共击沉240多艘盟军船只，令盟军损失了85万吨物资，德军仅损失24艘潜艇，战绩远超德国水面舰队。而在1941年5月26日，德国永不沉没的堡垒俾斯麦号战列舰被英军击沉，这使得水面舰队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各项资源被倾斜给了潜艇部队。德国U型潜艇的数量随之迅猛增加。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邓尼兹便在美国东海岸开辟新战场，执行缉捕行动，获得如对英国般丰硕的成果。随后，美国大量生产护航航空母舰和新式反潜武器，特别是配备反潜雷达的反潜巡逻机，在二战后期摧毁的潜艇占比高达86%。1943年5月19日，邓尼茨21岁的小儿子彼得在北大西洋与U-954潜艇一起命丧大海。当月24日，邓尼茨便下令终止狼群战术。狼群战术虽然失败，但是反潜作战牵制和消耗了大量盟军资源。每对付一艘德国潜艇，盟军就要出动24艘猎潜舰艇和100架以上的反潜飞机。盟军的反潜人员和德军的潜艇人员比值是100比1。潜艇作战效能显著，美军亦如法炮制，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本展开潜艇协同攻击群战术。日军的反潜资源投入远不及美军，所以美军潜艇在水下可以说是摧枯拉朽，造成日本的舰船损失占比高达55%。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都获得了世界最先进的 XXI 级潜艇。XXI 级潜艇是希特勒固执地相信技术能够在战略上绝望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产物，是第一种完全为水下作战设计，而非以往为了攻击和躲避才下潜的潜艇，堪称现代潜艇的真正鼻祖。美国海军开始推进 GUPPY 计划，旨在按照 XXI 级潜艇的设计对潜艇进行改造。1955年，在核动力海军之父美国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夫的支持下，全世界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鹦鹉螺号服役。苏联自然不甘落后，3年后，苏联首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列宁共青团号服役，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09型首艇由中国核潜艇之父彭世禄主持，
完全独立自主研发，于1971年8月23日7时40分成功启动核动力航行。显然，核动力潜艇性能的重大突破，使得二战所积累的反潜作战变得过时和无用。传统的雷达与反潜机，在面对一艘能持续以高速潜航、快速改变深度、水下自持力极强的潜艇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1982年5月2日马岛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征服者号核潜艇发射3枚鱼雷，一举击沉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323人葬身海底。同时，随着 AIP 技术的出现，常规动力潜艇的静音性能和水下自持能力也获得了巨大提升。例如，中国039C 级潜艇、德国212A 级潜艇、法国鱿鱼级潜艇、日本大鲸级潜艇和瑞典哥特兰级潜艇。美国海军甚至租借了哥特兰级潜艇用于反潜训练，其在2005年一次训练时，居然突破了航母战斗群的严密反潜防线，模拟击沉了里根号航空母舰。从二战抗击德国潜艇，到冷战抗衡苏联潜艇，美军显然高度重视反潜作战。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有一套完整的流程跟踪假想敌的潜艇，并在必要时与之交战。这套流程从发现苏联潜艇驶出港口时就启动，通过海底声呐阵列 SOSUS 监控潜艇移动方位。美军的 SOSUS 系统自上世纪50年代开工，累计投入上百亿美元，在太平洋、大西洋海底绵延3万多公里，最多曾有4000多人支撑着系统日夜不间断的运行，绝对是超级军事工程。其理论源自美国莫里斯·尤因博士发现的深海水生通道。实际上，表层海水受日晒影响温度较高，100至1000米深度水温急剧下降，再往下水温趋于稳定，保持在4至8摄氏度之间。在温度、压力、盐分等多重影响下，声速在温跃层2个边界不断发生全反射，形成水声通道。低频声音可在水声通道中传播几百甚至上千公里。1950年初，美国海军与国家科学院水下作战委员会开展反潜作战研究，由 AT&T、贝尔实验室和西部电气联合研制海底水听器阵列监测系统。AT&T 还发明了洛法声谱绘图仪，以记录每艘潜艇的声纹。就这样，深海水声通道理论、水听器阵列和声谱绘图仪三者结合，变成了远洋反潜网。如今，美国已在全球建立20个信号处理中心，铺设了上千套水听器阵列。针对中国，就建有海龙、海蜘蛛和巨人3道大型水听阵列，以封锁中国潜艇。冷战期间最知名的是监听 GIUK 缺口的阵列。GIUK 缺口是至关重要的北大西洋航道，西起格陵兰群岛，途经冰岛，东至英国，是苏联潜艇进出大西洋的必经通道。SOSUS 平均监测距离500公里，每一艘从缺口穿过的潜艇都会被监听到。1960年，世界首艘战略核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横穿大西洋赴英国，几千公里全程均被监听，而潜艇自己毫不知情。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派出的5艘湖布级常规潜艇无一漏网。1968年，定位了苏联 K-129 潜艇失事，美军甚至在日后打捞了部分潜艇残骸。SOSUS 依赖潜艇声纹特征以精确区分潜艇。平时如果发现未知的潜艇声纹信号，美军便派出潜艇、水声测量船或反潜飞机前去侦察，从而完成潜艇声纹匹配和入库工作。等到战时，这些数据就能实现每艘潜艇的精确辨认和跟踪。浅海水域没有水声通道，海洋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海面既是声反射体，又是声散射体，加上海底底质结构不同，因此会产生声波的起伏和干扰。于是，在80年代中期，美军又研制出拖曳阵列传感器系统，水声测量船拖着2000多米长的线列振声呢，
频频在全球热点海域游荡，收集海洋信息和舰船声纹数据。1985年，移动水声监听系统与 SOSUS 合并，成为综合海底监视系统 IUSS。通过综合海底监视系统发现潜艇后，再由舰载 S-3维京固定翼反潜机或者 MH-602 反潜直升机，使用声呐浮标等装备精确跟踪目标。同时，航母编队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也启动反潜作战程序。与宙斯盾类似，美国海军已经全面装备水下神盾 ANSQQ-89 水面舰载反潜作战系统。在一次典型的舰机联合反潜作战中，反潜舰将首先利用 ANSQS-53 球匕首声呐和 ANSQR-19 拖曳线列声呐进行远程搜索。该声呐的线列阵长超过200米，拖缆长达1500米。由于距离本舰造声源较远，因此可以探测距本舰150公里外的水下目标。反潜作战系统接收到拖曳线列声呐的初始探测数据后，即可指挥舰载海鹰直升机飞赴目标海域做精确定位搜索。反潜直升机的搜潜数据通过数据链回传，再通过 MKLL6 反潜火控系统决策是否攻击，以及是由反潜导弹还是鱼雷发动攻击。此外，该系统还能够为本方潜艇、反潜机、水下无人潜航器等探测平台提供航迹管理控制，承担类似舰载雷达或预警机的反潜指挥管理任务。一般来讲，航母编队的中近程反潜防线都是被动防御式的，而攻势反潜则不同。在反潜战略预警系统的支持下，陆基或舰载大航程固定翼反潜机，甚至可以远赴航母编队1000公里外主动巡歼潜艇。航母编队既定作战任务基本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攻势反潜既可以歼灭敌方水下攻击力量，同时也将潜艇完全挡在了航母编队安全范围之外，是一种更加安全高效的反潜手段。在美国航母编队中，过去执行攻势反潜任务的有攻击和潜艇和 S-3维京舰载固定翼反潜机。不过，航母编队的攻击和潜艇数量有限，一般也就1至2艘。他们除了承担反潜任务外，还需要执行反舰等多重任务，且响应速度和作战范围根本无法与固定翼反潜机相提并论。S-3维京反潜机的巡逻航程高达3700公里。作战半径亦在800公里以上。由于苏联巡航导弹和潜艇可以在550公里外发动饱和反舰攻击， S-3的攻势反潜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堪称世界上作战能力最强的舰载反潜机，成为前苏联和潜艇的噩梦。然而，冷战结束，随着俄罗斯海军将大量高性能巡航导弹和潜艇与攻击型和潜艇退役封存，自感失去对手且预算紧张的美国海军逐渐对攻势反潜失去了兴趣，于是，在2009年把近100架维京反潜机全面退役，而 MH-602 反潜直升机的效能远不及维京，所以美军航母战斗群已经基本丧失了独立的攻势反潜能力。不过，美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可以从前进基地方便的调用 P-3C 和极其强悍的 P-8A 陆基反潜机执行攻势反潜任务。对于中国海军来说，航母远洋作战将面对非常严重的水下威胁，加上中国几乎没有海外军事基地开展攻势反潜，这一局面甚至远比当年冷战时期美国海军面对苏联潜艇的态势更为恶劣。美国海军现役和潜艇共69艘，分别是27艘洛杉矶级攻击和潜艇、21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和潜艇、3艘海狼级攻击和潜艇、4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和潜艇以及14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都是大前身的高速静音和潜艇，其技术水平和战斗力稳居世界第一，其水下航速超过30节。艇载声呐的探测范围超过100公里，鱼雷最大射程达50公里，可以安静地逼近航母编队发起攻击。另外，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致力于发展 AIP 静音潜艇，亦可执行水下伏击任务。
中国航母战斗群将如何应对藏匿于远洋海底的狰狞狼群呢？当前，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开展海洋信息化建设，致力于构建覆盖天空、岸、海前的立体化海洋信息体系，实现全时域事态感知、全海域网络覆盖、全方位信息服务、全体系安全管控。天基海洋感知方面，2002年5月15日，海洋1号卫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海洋卫星0的突破，我国广袤的蓝色国土从此有了天眼。2021年5月19日，海洋2号 D 星成功发射，该星与海洋2号 B 星、C 星在轨组网，标志着我国首个海洋动力环境监测网建成，对全球海洋监测的覆盖能力达到80%以上。我国还发射了高分系列卫星，使得海洋卫星进入组网观测时代，形成对全球海域连续高频次观测覆盖能力。不过，要实现透明海洋，还需要靠激光雷达卫星。2018年5月，观澜号海洋科学卫星项目启动，其激光技术采用固态主振荡功率放大器结合非线性变频技术，在传统成熟532纳米绿色激光通道上增加486纳米夫朗和费暗线蓝光通道，结合平行与交叉偏振信号，形成蓝绿双波长多偏振海洋剖面探测激光雷达。接收镜采用卡塞格林结构，由碳化硅主镜和副镜组成，镜面反射膜在蓝绿波段的反射率达到95%以上，估测有效接收孔径为1.2米，市场为0.2 mRad。灵敏的光子技术用于检测多通道中的激光回波，以100兆赫的技术率检测单个光子的回波信号。通过检测过程中的时间积分，可以获得良好的信噪比。激光束可以扫描宽达100公里的海域，或者聚焦于仅1公里宽的重点部位，理想状态下能穿透至水下500米。除了直接探测潜艇的尾流和舵面的湍流也会泛到海面，人眼自然无法分辨，但是逃不过激光卫星的眼睛。天基激光海洋探测必须考虑云雾、洋流、水温、海洋动物、水层折射等大量干扰因素，需要详细的全球海洋数据和超级计算机加持，堪称超级国防工程。不过，激光卫星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的观测世界很狭小，所以激光卫星无法在广袤的海洋进行全面搜潜，或者说那需要几十颗激光卫星组成星座才行。但是如果只是扫描我航母战斗群周边，对于那些企图接近的鬼鬼祟祟的敌方潜艇而言，它却是一面高悬于太空的照妖镜。从外太空直接来到海底，中国也建设了海底水听器阵列，进行潜艇战略预警。因为后发优势，可以跳过压电陶瓷声压水听方案，采用最先进的光纤声纳水听器。声波会对光纤中的光传输造成干扰，被干扰后的光信号被接收后，经过调制解调变成数字信号，通过分析光波传导变化，就能得知声波的状态，从而探测到潜艇等水下航行物。光纤水听器最大的优点是在海洋背景噪声下分辨目标的能力非常突出，对低频信号特别敏感，因此可以探测到现代安静型潜艇。同时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不受电磁干扰，信号能传到1000公里左右。加上一根光纤，可以轻易叠加多路信号，可以形成庞大的基阵，从而容易提高侦听范围。2017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分别建设海底光纤水听器阵列，并在上海临港建设数据中心，总投资超过20亿人民币。这套系统目前虽然对于远洋反潜的支持有限，但是已经搭建了极其重要的潜艇声纹库，能够不断接入各种监测平台获得的数据。为了弥补海底固定式水听器阵列的规模不足，搭载拖曳光纤水听器阵列的927型海洋水声监视船，已经陆续服役了3艘。927型是战略级水声监视平台，排水量超过5000吨，长约90米，
宽约30米，采用低噪声的中压直流电力推进，以及恶劣海况下能稳定工作的双体结构，多艘927型进行远洋部署，能监听方圆1000公里内的潜艇，不间断采集声纹数据。越往海底深处，世界就越安静。2020年11月10日，中国新一代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成功坐底，深度达10909米。外媒便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在挑战者深渊以及雅浦岛附近放置了强大的光纤水听器，表面上是为了科学研究，但更可能是在安静的世界最深处仰视监听敌方潜艇。2处光纤水听器都可以接收1000公里以外的声波信号，足以侦听关岛阿普拉港的美军和潜艇基地。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第2代分布式光纤水听系统，通过相干探测，收集传感光纤各个位置的后向锐利散射信号，采用相位解调技术，获取相隔的2处传感光纤产生的锐利信号相位差，利用相位差与声信号的线性关系获得声波信号。所以分布式光纤水听器能实现空间连续拾取水下声波信号，拾音部分只需要1根光纤，系统结构更为简单，可靠性更高，更方便进行大范围远洋分布式部署，把各种光纤水听器阵列，沿海陆地侦听站、海洋卫星和激光反潜卫星的信息整合，就编织成一张天地海综合战略搜潜网，随时监测全球重点海域水下的一举一动。在战略搜潜网的支持下，搭载光纤水听器的航母护航舰艇，舰载反潜机和攻击潜艇之间紧密协同，就能形成一张察打一体的中近程立体反潜网。水面舰艇反潜方面，海上多面手055型驱逐舰的综合水声探测系统是整个反潜作战系统的核心，装备了高1.75米、直径4.5米，拥有约1000个阵源的巨型换能器基阵的舰首声呐，具备多波束全向探测能力。该声呐的主动探测距离可达70公里，被动探测距离超过120公里。055的舰首声呐，无论是从发射功率、作用距离，还是探测精度上，都已经与美国海军的 ANSQS-53CD 大型舰首声呐处于同一水平，可以引导反潜鱼雷和反潜导弹实施攻击作战，可将其视为声呐中的火控雷达。055还装备了 SJG-311 型低频主被动变身拖曳线阵列声呐，其线列阵超过200米，拖缆长达2000米，探测距离达150公里。SJG-311 同时拥有主被动和被动2种工作模式，其主动声呐信号仅覆盖很窄的波段，不影响在其他波段的被动探测，这就解决了在探测低于海洋背景噪音的超静音潜艇时缺乏合作信号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了 SJG-311，无论是关闭发动机的常规潜艇，还是采用泵喷射推进的核潜艇，都无法隐蔽接近。更重要的是，此声呐的普及程度非常之高，连056A 轻型护卫舰都有装备，使我国水面舰艇反潜能力整体上了一个台阶。习惯领先的美国人一度没有同类产品，奋起直追， ANSQR-20 声呐系统才陆续服役。而刚下水的新一代远洋型护卫舰054B 型，主要伴随航母编队执行远洋反潜任务，兼顾航母舰队内圈防空警戒任务。多艘054B 护卫舰可以实现航母战斗群全向反潜，把宝贵的055驱逐舰从繁重的反潜任务中解放出来。中压直流全电推进也使得054B 本体噪音更低，拖曳声呐探测效果更佳，并且能以30节的航速长距离追逐猎杀潜艇。反潜巡逻机方面，空前200航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续航时间12个小时，单次巡逻飞行海域可达30万平方公里，可以远至第2岛链执行攻势反潜任务。
但是除非中国有大量海外基地，否则陆基的空前200无法为航母战斗群进行攻势反潜，所以中国海军很有必要发展舰载固定翼反潜机，这点与美军退役所有的 S-3 维京反潜机截然不同。福建舰航母已经计划装备空警600预警机，在其载机基础上取消预警雷达和指挥控制系统，移植目前已经批量装备的磁翼探测器、水面搜索雷达、声呐浮标等成熟机载反潜装备，再为其设置弹舱和武器挂架，就能诞生一架舰载固定翼反潜机。当然，航母上可以起飞舰载无人机，能更好地应付长时间枯燥的攻势搜潜工作，比如翼龙3航程达到战略轰炸机级别10000公里，滞空时间达40小时，加装搜潜设备后简直就是不知疲倦的潜艇猎手。彩虹5海洋无人机凭借优异的载荷能力，搭载磁翼、光电和搜索雷达，已经具备远洋广域反潜监视能力。中近程反潜阶段，从055驱逐舰或054B 护卫舰上起飞的直20F 将大显身手。直20F 装备水面搜索雷达、吊放式声呐浮标发射器、磁翼探测器等搜潜设备。直20F 先通过声呐浮标在可疑区域进行大范围搜潜，如果大致定位目标，则通过磁翼探测器进行1公里内目标潜艇的精确定位。直20F 磁翼探测器的设计理念非常先进，没有采用固定翼反潜机常见的尾部探针方式，而是将4个固态探测阵面分别安装在机身头部两侧和尾梁两侧，形成全向覆盖，定位更精确，且减少盲区。除了磁翼探测器，也可以使用605型头吊式声呐进行精确定位，其包含12具被动声呐浮标、4具主动声呐浮标、1具海水温度和1具海洋环境浮标，能够实现复杂海况下的精确定位。我们知道，所有反潜机搜潜依赖2大杀器：声呐浮标和磁翼探测。现代声呐浮标已经高度智能，水听器通过线缆与漂浮于水面的无线电发射机连接，以实现双向数据链，部署深度可达数百米。下沉时自动探测水温等海洋参数，可以动态计算温跃层的分布情况，从而可以智能选择最合适的深度进行侦听。先进的声呐浮标无需多点测向，通过波束成型和水听器阵列，单个浮标就可以测向。另外，为了确保敌方潜艇无法利用温跃层规避探测，声呐浮标通常成对投放，分别定身于温跃层上方与下方。声呐浮标确定敌方潜艇的方位后，磁翼探测可以进行更加精确的定位，而且不受海洋环境影响。潜艇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庞大铁磁体，这种舰艇磁场和地磁场同时存在，在局部空间形成了叠加于地磁场的附加磁场。磁翼探测主要采用光泵磁力仪，又称电子自旋共振磁力仪，是以氦或碱金属色等元素的原子在外磁场中产生的塞曼效应为基础，并采用光泵和磁共振技术研制成的磁力仪。氦或色蒸汽的吸收是在特定波长的光和去取向射频场作用下，对外磁场产生磁共振吸收效应，利用共振环路使压控振荡器跟踪在外磁场的拉莫尔频率上。潜艇会使外磁场发生变化，压控振荡器频率产生相应变化，并转换为模拟电压，经带通滤波器处理后传给控制台显示，从而检测到敌方潜艇。另外，潜艇是最佳反潜武器的说法流传甚广，恰好相反，潜艇算是效能最差的反潜平台。潜艇固然是绝佳的高隐蔽性、高自持力 ISR 平台，这反而使得潜艇的态势感知能力十分低下。另外，由于需要周期性的减速降低本体噪声，以便仔细收听敌潜艇噪声信号，所以执行广域猎潜任务的攻击潜艇的航速必须比目标潜艇高出5至7节，才能维持跟踪。而研制航速比主流型号快5至7节的高性能攻击和潜艇，即使对技术领先、财力雄厚的美军而言也是不现实的。
我航母编队中的093或095攻击和潜艇的反潜价值在于，前置部署于航母战斗群的行进路线，设伏于敌方潜艇基地附近或必经路线，为航母提前扫清水下威胁。另外，海域气象环境恶劣时，是敌方潜艇偷袭的最佳时机。我方攻击和潜艇可以填补航空及水面反潜无法作业的空缺。中近程反潜定位敌方潜艇后，我航母战斗群的反潜火控系统快速运转起来，准备给敌方潜艇最后一击。在水面，055和054B 将发射鱼8反潜导弹及火箭助推鱼雷，这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杀手锏。要知道，早在1950年，美国海军就在中国胡海军航空武器站开始研制了反潜火箭。中国也很早就研制了长鹰1号反潜火箭助推鱼雷，但没有进行装备。随着中国海军走向远洋，新一代的反潜火箭助推鱼雷迫在眉睫。鱼8于2002年正式立项，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05所研制，2006年完成试验定型。首装于054A 型导弹护卫舰，是我海军第一型正式列装的反潜导弹。鱼8反潜导弹与舰载型红旗16舰空导弹不仅共用垂直发射系统，而且发射控制系统也可兼容，通用性非常好。鱼8先由火箭助推，增加速度和避开了水的阻力，比传统鱼雷的射程更远，射程可达50公里以上。飞行状态中不会被潜艇声呐探测，潜艇反制时间短，可以大范围覆盖使用。飞到目标区域上空后，鱼雷与火箭分离，借助降落伞落入水中，而后启动鱼雷发动机，自动搜索、跟踪和攻击潜艇。而鱼11射程达300公里，可以使用发射箱倾斜发射，而且兼容国产 C802 反舰武器发射箱，对于各种老舰非常友好。最关键的是能按机发射，对于喜欢偷偷摸摸潜入到我国近海的潜艇来说，无疑非常致命。在水下，093和095攻击和潜艇将发射鱼时，此重型鱼雷采用 HAP3 组元推进剂，航速达到了50节，并拥有不低于50公里的动力航程。鱼食上采用的远程光纤加尾流探测模式无疑是一种十分高效的组合。正是由于先进的光纤制导，鱼食在水下可以有效接收发射平台传递的信息，及时调整轨迹，以达到优化航路、保持隐蔽的目的。接近目标后，鱼雷会开启末端制导。一般而言，鱼雷的末端制导方式分为声呐探测和尾流探测。主动声呐探测由于作用距离不大，且易被诱骗和干扰而被逐渐淘汰。而鱼食采用综合尾流探测方式进行末端制导。尾流探测是指利用潜艇产生的尾流的声光电磁等物理特征与一般海水不同而发展出的一种制导手段，本质是尾流内的气泡对声光的散射，以及尾流中不同离子运动状态引发的电磁异常及德拜效应。鱼雷在距离潜艇1000米左右捕获尾流，根据尾流产生的方向攻击潜艇，具有极佳的准确性和隐蔽性。尾流制导依赖先进的传感器和极高水平的离子流体理论，鱼食先进程度与美国 Mk48 Mod 7重型鱼雷相当。在空中，直 20F 可以携带2枚于 11K 轻型反潜鱼雷，重量仅约300公斤，采用先进的铝银高能电池驱动，最大航速为50节，航速29节时的最大航程为25公里，并改善了潜水海域的使用能力，可以在最浅40米水深的海域进行投掷。直 20F 也可以携带多达8枚航空自导深水炸弹。这种自导深水炸弹是一种费效比很高的反潜武器，在投放到海中时，可以在一定深度悬浮数分钟。当深弹上的自导系统发现并锁定潜艇后，便择机下沉攻击目标。敌方潜艇在我航母战斗群的立体反潜网络的攻击下，被发现即被摧毁，绝无逃脱的可能。历史告诉我们，
强于天下者必强于海，海权是影响大国兴衰沉浮的重要因素。回顾历史，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过从小到大的筚路蓝缕，正走在由大到强的发展征程上。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利益呼唤着一支攻防兼备的蓝水海军，既能远洋机动，即中国海上力量能在世界上任何一片海域巡弋，又能区域制海，即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海域，不允许任何国家舞枪弄棒。